你……百里子林瞪着眼睛，脸庞却不断抽搐。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他花费足足3日才到达的终点，楚风竟在一瞬间便做到了，而其他人更是面容吃惊，内心却深感震撼。为何楚风那10倍阵法的力量这般强大？这简直毫无技巧可言，是绝对的力量碾压，是真正的平推啊！这便是楚风花费时间的原因吗？原来那10倍阵法的力量凌驾于助力大阵之上。人们反应过来，可哪怕明白了原因，却仍觉难以置信。若是一开始百里子林也是这般，倒也罢了，可偏偏他们是亲眼看着百里子林如何破开那些阵法的。他们很清楚那些阵法有多难破，也正因知道难，他们才惊叹于百里子林的才华与能力，都觉得百里子林将超越所有小辈，也超越楚风，成为当代最强天才。可偏偏是这个时候，楚风展现出了完全凌驾于百里子林的力量，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力量。此举不只是夺回了最强天才的名号，更是以碾压的姿态夺回的。见识楚风这阵法力量，听到四面八方那扭转的议论，百里子林内心狂怒，却真的慌了。于是赶忙向芥木白询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何他那阵法力量如此强大？因为太过急躁，语气都带有几分怒火。慌什么？不必理会于他，继续你的挑战。芥木白此时身在一座大阵之中，而这座大阵就在这个世界之内，就悬于世界中心的最上方，但却没有人能够看得到它。不过他却能够凭借这座大阵将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，也包括气运圣境内的变化。真的没关系吗？百里子林询问。别被他吓到了，我为何让你兜这么大圈子来破阵？你都忘了吗？现在不必理会他，直接夺取那最终力量即可。芥木白说道。而芥木白的提醒也是让百里子林恢复些许理智，同时反应了过来。于是法诀捏动，手中的黑色长剑竟出现了数颗宛如宝石一般的物体。那物体镶嵌在黑色长剑之内，绽放着不同的光芒与气息。最主要的是，伴随那黑色长剑的变化，气运圣境后方那罗盘的气息也开始变化，那感觉好像甚是兴奋，二者产生了某种共鸣。楚风，枉你还被誉为天才界灵师，你都看不出我为何故意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来到这里？因为我要收集到这些力量，并且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相融。现在我手中的这把剑便是能够得到气运圣境最终力量的钥匙。至于你，就算站在这里也没用，因为你从一开始就错了，你的挑战已经失败了。百里子林说话间便御空而起，来到了半空之上，手握黑色长剑，捏动法诀。这一刻，气运圣境剧烈摇晃，那巨大的罗盘也是快速旋转，狂风肆虐八方，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牵连。而那罗盘中的气焰力量宛如乌云滚滚而来，开始向百里子林手中的黑色长剑汇集而去。至于楚风，则是掌心一抓，那磅礴的10倍力量再度汇集在了他的掌心，凝聚成了一个掌心大小的黑色球体。意念一动，砰的一声，那黑色球体四散而去。这一刻，就连芥木白也是眉头微皱，因为只是瞬息之间，那黑色气焰以楚风为中心，竟覆盖了世界中心气运圣境所在的整个阵法世界。所有可怕的阵法都被那黑色气焰所覆盖。且楚风手腕一转，那磅礴的黑色气焰又回到了楚风掌心之中，再度凝聚成了巴掌大小的黑色球体。至于内阵法世界内的所有阵法，竟都被摧毁。这让人们意识到，刚刚开辟道路并非楚风那阵法力量的极限，只要他想，竟然能够瞬息之间便毁灭所有阵法。最主要的是，那回到楚风手中的黑色球体与之先前已是不同，绽放着七彩斑斓的光芒，同时那气运圣境共鸣的气息也自那黑色球体散发开来，那感觉与百里子林手中的黑色长剑一模一样。看来你说的不对啊，我没按照特定顺序破阵，不也打造出了这能与气运圣境沟通的钥匙吗？楚风看向百里子林，面带几分讥讽。百里子林咬牙切齿，但却没有正面回答楚风，而是暗中传音于芥木白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说按照特定顺序融合才打造出了这把钥匙吗？为何楚风开始已经搞错了顺序，此时却还是能够凝聚出钥匙？百里子林怒气冲冲，他最初确实自信满满，可楚风的种种表现已经让他开始怀疑芥木白的权威性。你在慌什么？有我在，你到底在慌什么？都告诉你了，别理会他，听我安排，配合于我，只要获得那罗盘内的力量，这挑战就算完成了。你为何非要在意他做了什么？芥木白也是怒了，而他这一怒也是让百里子林冷静了一些，于是不再看向楚风，而是全心全意地融合那气运圣境的最终力量。至于楚风，虽然也凭借10倍阵法的力量打造出了钥匙，但却并没有与百里子林争夺的意思。楚风他在干嘛啊？为何他不争抢那气运圣境的力量？莫说旁人，就连为楚风助力的众人都在为楚风着急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则对百里子林开口了，别急，我不与你抢，你慢慢来。楚风面带笑容，那笑容让狱中的即墨千舟面露不安，因为楚风那抹笑容仿佛已经断定百里子林无法获得那力量。可偏偏
一切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那罗盘的力量宛如龙卷风从天而降，最细的尾端就在百里子陵的面前，但偏偏那力量就是无法进入百里子陵黑色长剑，同样也无法进入百里子陵的身体。妈的，给我过来！百里子陵情急之下竟探手去抓取那就在面前的力量，可下一刻鲜血喷溅，百里子陵那伸出去的手掌被瞬息卷成了粉碎。强大的冲力，就连百里子陵也是倒飞而去，手中的黑色长剑也是脱手飞出。这一幕引得所有狱宗之人恐慌无比，因为这个局面对百里子陵极其不利。无论怎么看，百里子陵的挑战好像都已经失败了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的声音则是响起：都告诉你了，别急，你看还是急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可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了。楚风面带笑意，说话时已是御空而起，但却在距离那气运盛劲磅礴力量一段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。人们都以为楚风是在做什么准备，可只见楚风手臂一挥，直接将手中那10杯阵法凝聚而成的黑色球体丢了过去。轰！下一刻，那磅礴的罗盘力量就像是找到了主人，开始快速的融入楚风那黑色球体之中。这样的局面与百里子陵全然不同，人们终于明白为何楚风有恃无恐了。他似乎早就知道百里子陵根本无法征服那力量，那力量从一开始就是属于楚风的，而眼见着自己无法触碰的力量被楚风如此轻易的获取，百里子陵的内心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自尊就像是被楚风当众踩碎。这种情况下，百里子陵忽然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：我宰了你！百里子陵杀意滔天，意念一动，缠绕其周身的助力大阵力量便如喷涌的潮水一般向楚风冲击而去。可楚风只是随手一挥，那磅礴的力量竟四散开来，是彻底散开，再也无法回到百里子陵身体，再也无法为其所用的那种。那狱宗众人花费力气为百里子陵凝聚而成的助力大阵力量，就这样被楚风轻而易举的瓦解抹除。忘了提醒你，在这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因为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，包括你身后的那位也是一样。楚风看向百里子陵，目光尽是轻蔑，不过是掌握了些许邪门歪道罢了。楚风，你到底在猖狂什么东西？百里子陵非常不服被楚风这样羞辱，说话间便站起身来，想与楚风鱼死网破。可楚风对着他手指轻轻一点，砰的一声，百里子陵便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众人惊讶的已是说不出话。如果说之前都只是猜测，那么当百里子陵出手，又当楚风还手之后，二者的实力差距则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摆在了众人面前。虽然都是掌握了某种力量，但是他们现在完全不在一个层次，没用的东西。眼见着百里子陵已毫无还手之力，剑慕白也是猛然起身，他大袖一挥，将周身的诸多阵法全部解除，融入一颗珠子之内，随后掌心翻开，8张符纸自刻写着气运仙尊的8个盒子内飞掠而出，全部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。随后剑慕白法诀捏动，紧接着对着下方一指，世界中心楚风所在的阵法世界开始剧烈摇晃。抬头观望，只见阵法世界的上空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，随后一道光束从那裂痕飞掠而出，直奔楚风而来。此力量宛如一把利刃从天而降，将楚风那黑色球体与气运圣境那最终力量斩断开来。那是什么？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因为但凡是谁都能察觉到这个情况很不对劲。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一道身影也是自那裂痕之中进入了阵法世界之内，刚好落在了气运圣境的上方，站在了楚风的对立面。而这个人正是剑慕白。眼下所有人都在打量着剑慕白，但却没人认得出来，因为剑慕白身穿白色长袍，将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，就连欧阳空羽这等存在，那看不穿那白袍，就莫说是其他人了。难道说楚风说的是真的？百里子陵真的只是傀儡，这位才是百里子陵身后之人。联想到之前的事情，再看到这无视气运圣境规则，可直接踏入其中的神秘人，人们都觉得楚风所说属实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百里子陵看向剑慕白，他自然也知道剑慕白这个时候出现将会让他的名声尽毁。剑慕白看向百里子陵，尽管头戴兜帽，可却还是能够感觉到他那俯视的目光尽是鄙夷。我怎么进来了？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帮你，你却还是斗不过这楚风，真是无用至极。剑慕白冷冷的道。你百里子陵满眼震惊，他没有想到剑慕白会当众说出这番话。莫说是百里子陵，就连即墨千舟也是满脸阴沉，毕竟剑慕白此举算是将百里子陵傀儡的名号彻底坐实了，可谓是将百里子陵的名声彻底毁了。这一刻全场一片哗然，先前对百里子陵建立的好感此刻皆是荡然无存。毕竟人们喜欢的是真正的强者，而并非是包装出来的强者。终于肯现身了。楚风看向剑慕白，也在认真打量。楚风是吧？这算是我们正式见面。传闻属实，你确实有些手段。
但此地的力量，你还是放弃吧。芥木白对楚风说道。一样的。楚风说道。什么？芥木白问。楚风笑了笑，看着芥木白，却指向了面容复杂的百里子陵。你与他是一样的，在这气运圣境内，都只能被我碾压。哈哈哈！芥木白忽然放声大笑起来，楚风也是眯着双眼，淡淡的跟随着他笑。忽然，芥木白收起笑容，目光变得冰冷。楚风，你不是早就察觉到了我与这气运圣境的关系？芥木白问。知道。你掌握了气运圣境的部分力量吗？楚风说道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还不放弃？芥木白问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此地叫做什么名字？楚风问。什么？芥木白不解。莫说芥木白不解，就连其他人也是感到不解。这里还能叫什么？不就是气运圣境吗？我说，这里的名字叫什么？你可知晓？楚风再度问道。自然是气运圣境。芥木白道。错，这里并不是叫做气运圣境。楚风说道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里不叫气运圣境，还能叫做什么？芥木白反问。楚风没有回答，而是对着那罗盘一指。那罗盘上的符咒纹路快速涌动，随后光芒普照，光芒退散之际，两个大字出现在了罗盘之上，那是觉醒二字，且字体与山峰之上的一模一样。至此，那山峰之上的圣境二字便也不再突兀，因为它已经完整。罗盘上的觉醒与山峰上的圣境便是完整，这才是此地真正的名字。楚风说道。